纪录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在 CGTN 播出以后，引发了各方高度关注。不过，部分西方媒体仍以这是中国的宣传手段、新疆反恐过度等套路，对中国的反恐工作进行歪曲炒作，甚至挖空心思搜寻纪录片的所谓瑕疵来佐证其论调，但很快就被事实打了脸。纪录片播出后，部分外媒刻意将关注点更多集中在问题教材上，而不是极端恐怖势力对新疆造成的破坏。纪录片总导演韩冰对这些无稽之谈进行回应称，这段描述并不是纪录片的旁白，而是受访者口述同期声。他强调，出于公正客观的考虑，纪录片拍摄过程中没有对采访对象进行任何干涉，尽最大可能保证原汁原味，所以不会试图纠正采访对象话语的精准度。试想一下，如果纪录片对受访者的话进行了修改，那些反华势力又会说这是逼迫采访对象。它也正说明了美西方长期以来这个操弄涉疆话题，但是在铁一样的这个事实面前呢，他们可以操弄的空间呢越来越少，所以说呢，只能从一些细枝末节的方面去制造一些所谓的瑕疵，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去无中生有进行所谓的这种对中国的这样的无理的指责，这也正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他们在操弄涉疆谎言方面的这种黔驴技穷。韩冰同时还指出，该片拍摄存在很多天然限制，原因就在于纪录片既要讲清楚事件和问题的来龙去脉，又不能过多渲染细节或过多展现恐怖分子的罪恶行径，特别是问题教材中的错误言论，以免为三股势力暴行做二次传播。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新疆的暴恐问题，西方部分媒体贼喊捉贼，真正歪曲事实的却是他们自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徐桂香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过采取请进来政策，新疆敞开双臂，欢迎外国记者进行实地采访。他本人就曾接待过 BBC 的记者团队并接受专访，但最后播出的内容却让他大跌眼镜。您跟他的对话后来用了多少？他用的哪一部分？您觉得真实的反映了想说的那个意思吗？不是很多。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在 BBC 这个节目当中播放的是教培中心正常的教学生活的画面，但是配的解说词却是完全相反的我认为呢，这是本身它就是一个矛盾的，而且有点像欺骗观众的这个认知这个画面和他解说词完全是对不上号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节目做的是不成功的，严重的歪曲了事实。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院长郑亮对此表示，发出这些杂音的人对自己不关心的人冷漠至极，对有利于新疆和平稳定的内容恶意重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超越也表示，美西方媒体的这种污蔑行为恰恰体现了其虚伪的真面目。这些美西方媒体呢他们长期以来把这个反对仇恨、反对歧视反对这个分裂挂在嘴巴上，但是当面临真正的三股势力，他们却态度暧昧甚至是为这里面的内容进行辩解和鼓噪，这实际上暴露了美西方媒体长期以来所奉行的这样一种双重标准，也暴露了他们内心极其的伪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针对新疆的反恐纪录片，一些西方媒体仍用中国套路反恐过度来歪曲炒作，您是如何看？每一个正常的人呢，如果看了新疆反恐纪录片《暗流涌动》，那么一定呢会为反恐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感到震惊。特别呢是包藏祸心的教材等内容呢，手段似乎比基地组织还要隐蔽，比 ISIS 还要邪恶。但是呢，这就是现实。这个新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种势力呢，就有这么复杂和艰难。那么遗憾的是，西方媒体呢，仍然这个置事实于不顾，进行歪曲炒作，说什么呢？这是宣传套路，夸大恐怖威胁等等。难道呢，只有出现 ISIS 那样血腥上路、无辜才叫恐怖？
难道呢只有达到用战争方式反恐，才承认存在恐怖威胁吗？中国反恐的最大特色呢是努力把恐怖主义呢消灭在萌芽状态，不仅呢要阻止恐怖行为的扩大，而且呢要通过这个技能培训和教育去极端化，让这些人呢回归到正常的状态，回到社会当中。而西方的反恐呢，就是在局面不可收拾的时候，用战争方式、用武力来消灭。两种反恐思路，哪一种呢更人道、更文明？这高下呢是立马可见。那么对于新疆反恐出现认知差异呢，也与文化有关系。这个西方呢总是把各种恐怖和反恐怖事件很快就公布于众，不管对解决问题是否有利。而中国呢总是先把解决问题摆在首位，等到取得一定的成效，才这个公布呀这艰难的过程。于是呢也就出现了舆论上的时间差，出现了不同的看法。那么如何弥补这个东西方文化差异呢，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